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宝明。这个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计划在2023年发射70多枚火箭。美国航天记者安德鲁·琼斯1月17号发表评论说，2023年中国计划发射70多枚火箭，实施空间站的运行、月球的探测、大型通信卫星的入轨、星座部署等等任务，很可能夺回年度发射次数总冠军。这位安德鲁·琼斯对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非常关心的，经常撰写有关中国航天活动的报道，立场也还算得上是客观。下面我们介绍的情况完全是公开的，也是我们国家所鼓励和支持的，那就是商业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我们国家的商业火箭从企业数量和火箭型号上都要比美国丰富得多。首先，中国的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两大集团单独的组建了专门的商业火箭公司，公开向市场提供发射服务。这两家公司和我们所熟悉的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也有不同的运行体制，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组织和运行的，分别叫做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除了这两家国有的商业火箭公司之外我们中国还有一批民营火箭公司取得了突破，其中星河动力公司已经取得了5连胜的成绩。中国科学院下手的中科宇航公司作为混合所有制的代表，已经成功的发射了第1枚运载火箭，并且向着每年发射30枚以上火箭的目标迈进。另外中国还有至少2家火箭企业在持续经营，但是这2家企业的发射成绩不算太好。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4家商业火箭公司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而在美国真正从本土生长起来的成功的火箭公司只有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家。有一家叫做火箭实验室公司的新西兰的企业，非常希望能够承揽美国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国防部的一些发射业务，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到过订单。当然在美国境内还有一批小型的火箭创业公司，但是这些企业不是破产就是连续失败，没有什么市场竞争力。除了马斯克之外，美国还有3种主力火箭，分别是美国航空航天局专用的太空发射系统，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德尔塔4和美国洛马公司研制的宇宙神5。在整个2022年，太空发射系统和德尔塔4都只发射了1次，宇宙神5发射了7枚，但用的是俄罗斯的发动机。美国军方猜测洛马公司赶在对俄制裁之前囤了不少的货，才保证了宇宙神5的发射的频率。也就是说，美国的航天发射活动主要都是由马斯克完成的，而且在他所执行的60次发射任务当中，有30多次是为了发射他自己的星链星座。因此马斯克独自支撑了美国火箭事业的脸面。当然，马斯克的公司和他的火箭都是非常优秀的，特别是猎鹰9号运载火箭已经成了很多企业，包括我们中国商业航天火箭公司的学习对象。中国商业火箭公司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一种类似于猎鹰9号那样的大型运载火箭，可以每个星期发射1次。不过我们的航天国家队，也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中国的商业火箭公司也在为此而努力。根据我们的了解，有些企业计划在2030年前发射类似于猎鹰9号的火箭，而美国市场要是想形成中国商业火箭这样百花齐放的局面，现在看起来希望不大。航天发射是开展航天事业的基础，只有把卫星或者是飞船送进太空里面去，才算有航天事业可言。在这个重要的领域，中美之间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竞争。如果今天的态势保持下去，到2027年前后，中国的年度火箭发射次数就可以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了。到2030年，那更将是一骑绝尘。这意味着中国人在大航天时代绝不会比别人落后。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